做出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C 狗模型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其实呢应该是新的工具了。那么继上一次做了魔蝎的水口钳以外呢，这一次要和各位分享，也就是魔蝎所出的新的工具砂纸以及碳纤维打磨板。那么目前的单价，其实砂纸一盒的单价呢，目前来说是12.8块。在魔蝎的拼多多店铺呢，每一个链接还可以减2的，有一个2块钱的店铺券，再加上各位有自己手里的券呢，还可以再减一点。所以说最终一盒的价格呢，应该是不到10块钱，差不多就能买一盒30张。然后打磨板目前的价格呢是11.8块，4个尺寸的话呢，相对来说要比我之前买过的一些什么杂牌子的那个打磨板，其实呢尺寸要更好一些。除了我们平常使用的大面积的打磨板，小一点的、再小一点的，以及缝隙里的这个打磨板呢，整体的提供还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再加1块1呢，就可以购买魔蝎的这个木薯贴纸了。这个贴纸呢，属于是那种能够反复粘贴的贴纸，这一点我个人呢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粘性呢，虽然说不是那么粘，但是它可以反复粘贴，这一点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剩下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两个工具到底有什么东西。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次所提供的这个碳纤维的打磨板。说句实在话，对于打磨板这个东西，我平常接触的是真的不多，因为我个人平常在拼制模型的过程中打磨真的是很少去打磨。这一次的碳纤维打磨板呢，其实整体的纹理刻画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是真的不太懂碳纤维到底是有什么用呢？上面呢还有魔蝎的 logo 以及这个烫金的标志，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好的。旁边呢也没有什么毛刺飞边，整体这个尺寸啊，其实个人在拼装的过程中呢，我感觉都是非常的够用了。我这里啊曾经还买过这个叫什么魔式玩造的出的这个打磨板，这个打磨板呢其实也是比较轻的。那么至于其他的打磨板我是真的没有用过，毕竟我平常呢也不怎么打磨。那么目前来说，打磨板呢就这些东西了。主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所提供的砂纸。当一次性买全这么6盒砂纸的时候呢，其实还会赠予一个这么样的小盒。个人感觉啊，这个设计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每一盒其实都有每一盒专用的颜色，比如说这个1500ml的砂纸上面呢依旧是有魔蝎的 logo， 然后30个背胶砂纸是20×75的，然后免裁剪背胶砂纸，其实这些啊都是基础的可水洗、耐摩擦，然后还有一个免裁剪。这些啊都是基本的标志了。那么剩下时间呢，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每一盒都拿出来一张，看一看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那么由于我手边是没有其他的模型了，这一次我将针对于采用了正好我手边啊有其他牌子，比如瑞的砂纸，还有这么一个魔式玩到的砂纸。由于呢手里只有600到1000目的砂纸，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3个目数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打磨。那么砂纸和零件我们就已经准备完了，准备了3个零件，上方的水口呢我是都有了预留。那么我们来先试一下魔蝎砂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切割体验。这里提一点啊，我们在进行打磨操作的时候呢，我们针对于零件部分一定要记住要留下一点点的水口，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些打磨。当然了，像我这样的懒人从来基本上不怎么打磨的话呢，直接是使用水口钳1刀流或者2刀流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呢，为了做评测，为了公正性，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打磨。
那么经过一个水口的简单打磨呢，其实三者啊最后的打磨的效果，我感觉相差不大，可能是我中间的这一个，忘了那叫啥牌子的那个砂纸啊，打磨的其实不算太到位，因为我个人啊其实平常的真的是不太打磨水口，所以说呢，我个人的打磨技术呢可能会比较生疏，各位简单看看就好了。那么最终呈现的效果，其实我个人感觉呢，其实还算是不错的，三者基本上打磨效果没啥问题。之前就有朋友问我说，最后的打磨这个划痕啊比较多怎么整？其实就像我之前做的那样，拿手指盖抠一抠，就发现很平整。但是在光照下，有一些角度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划痕，但是这些对于整个速度档来说呢，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从我们当前展现的这个砂纸的频率上来看呢，中间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这个砂纸的磨损效果真的是很大啊，基本上磨一下子这块呢就基本上就快平了。磨蝎的以及锐的呢可能会好一些，但是锐的这里边可以也明显能看觉到一些比较平一点的东西了，可能会被磨掉一些。磨蝎的这边还好一些，感觉不是太大，也可能是因为深色的缘故吧。但是在整个切割力度方面呢，你会发现锐砂纸这个切割力度其实呢是手感是非常强的，就感觉它这个颗粒啊，比较粗，无论是1000目的还是800目的还是600目的，都会稍微的粗一点。磨蝎的话呢，就会稍微的细一点，但是中间的这个就会感觉很平的那种感觉，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砂纸的切割力度在切割。所以说杂牌子的贴纸其实便宜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目前来说呢，磨蝎的砂纸，相对来说要比锐的便宜一点点。但是锐砂纸呢，有一个我最不喜欢的点，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在字幕里说的一样，它最后每一条砂纸呢都会剩余这么一段，呢，我需要攒齐3段，我才能去凑齐一个完整的打磨板上的贴砂纸，或者是2段。其实就比较麻烦了，不过省一点用其实也还行，但是总感觉多一道工序会比较麻烦一点。那么当前呢，就是这3种砂纸的这么一个切割力度，我个人认为本期准备的应该算是比较丰富了，毕竟这几个都是我个人在生活当中呢用到的一些东西。目前来说呢，就是锐砂纸如果和磨蝎的砂纸进行对比，锐的会更粗一些，切割力度会好一些，但是磨蝎的切割力度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强，不过会更平整一些，这是二者的在切割力度方面的一个区别。那么在整体的耐磨性方面，我个人总感觉锐的这个可能要比磨蝎的那个稍微的要弱一些。毕竟当前同目数都是1000目的损耗来看啊，磨蝎的这个损耗的呢并不是特别多，而锐的这个稍微的有那么一些详细，有一些多了。当前这个状态下，就是我个人认为2个比较知名一点的砂纸这么一个简单的对比吧，不知道各位感觉怎么样？虽然说只打磨了一个水口，可能很难就分出高下，毕竟嘛，多打磨几个水口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当前我个人感觉已经足够，可以说明这款砂纸算是在这个价位里比较优秀的这么一个砂纸了。如果这个东西不好，我要硬说它好，那么呢，我是砸我自己的招牌，也是搬起石头砸我自己的脚。而且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也要逼着我去说它好呢，那么这个对于厂家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好的，或者说呢不小的打击。毕竟嘛，如果说大货出来以后，玩家感觉这个东西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么这一点其实就不行了。而且这里要跟各位提一点，就是砂纸这个东西以及工具或者说水口钳或者说镊子这个东西了，其实呢都是在经过精雕细选打磨才能出来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我们所俗称的那些模型呢，其实并不是。比如说我们平常拼的 MG 或者 HG 或者 PG 这样的模型呢，都是从流水线上一个模具一个模具去翻出来的，可能每一台模型之间的差距不会那么大，但是工具之间的差距呢可能会稍微有一些。毕竟之前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我的磨鞋的钳子用起来呢比较好，但是他的磨鞋钳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瑕疵或者小问题。其实呢，这些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因为钳子的刃口是需要去打磨的，需要一点一点去磨，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误差，或者说呢会有一些精度不同的问题。每一把钳子或者说每一套工具之间呢会存在一定的误差，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明确，这个呢应该算是一个正常现象了。再有，之前有朋友问我说，磨鞋的水口钳为什么中间会留一段，就是说没有办法达到1刀流的水准。这里呢也是拿出来2张图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其实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刃口不受一个摩擦的一个切割，再来就是在保证各位在剪零件的时候呢，不会因为1刀流或者2刀流造成缺肉的情况。因为毕竟嘛，想要完美速组呢，还是需要留一段水口去进行打磨的，或者说在平面上进行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一点的切割，可能会好一些。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缺肉。但是如果说在弧面上进行一个1刀流或者2刀流，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去缺肉了。所以说呢，
每一个钳子有的时候呢都会留一段空间，用来留一段水口，这个各位一定要知道了。那么本期视频分享的所有东西到这里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欢迎各位关注魔蝎相关的拼多多以及淘宝的账户，更多的工具资讯呢也会在店铺里边随时的更新。我呢也比较期待魔蝎下一款工具会是什么。按照目前的情报来说呢，魔蝎下一步想要做的是海绵砂纸、刻刀以及一些其他的东西了。那么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吧。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是 C 狗，我们下期见，拜拜。